啊，这就开拍了？哎，可为什么连个拍摄和工作人员都没有？难道说从我刚进宗门的时候就已经开拍了？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沉浸式拍摄。为了演员最真实的状态，所有机位和工作人员都藏在暗中，这专业程度也太牛了。师父，时若还没有，如若我能拔出太虚神剑，就不会被他们肆意欺辱了。我去，这颜值，这身材，她就是女主。等会儿对戏时要是能借位亲到她，热搜预定哦。剧本说剑祖和圣女有宿命羁绊，那双修场景不得拍个3天3夜？还腰这么细，抱起来肯定。本圣子今日要将你的衣物全部扒光，裸掉在我合欢宗最高的主峰上，喜迎八方来客。对，是不是该轮到我了？台词是什么来着？哦，哈哈，庶子敢尔，百年光阴竟让尔等忘了剑修锋芒。几点了？怎么回事？林雨然呢？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啊！就是你，你顶替他，你来演男主。我这句台词我念得这么霸气，导演肯定给我加鸡腿。我乃无上剑祖，不过闭关数十载，灵剑宗的后人竟弱成这般模样。不过今天有我在，谁也休想伤我宗弟子分毫。剑祖大人，您从轮回中归来了。剑祖大人，哎，你这演技不错，刚才吐血的机位找得特别好，超有破碎感。导演肯定给你加特写。特写？那是何物？此人真的是我宗剑祖吗？哟，哪来的山野小子？穿个破道袍就敢冒充剑祖啊？你当灵剑宗是你家后院的茅房呢？嘿嘿，这小子一看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，怕不是从哪个凡人村落跑出来的痴儿，连灵脉都没开，也配提剑祖2字？今天我不仅要带走太虚神剑和圣女，我还要让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碎尸万段！给我上！上！等，这流程不对呀！哎，我就说嘛，拔剑这么重要的剧情怎么能随意删减呢？你们怎么也得让我证明身份吧？拔剑？没错，就是那把太虚神剑。剑祖现世，自然要拔他出鞘。这小子是真把自己当无上剑祖了。100年来，不知多少天骄尝试过拔那把太虚神剑，都折戟沉沙。哎，他倒是敢想。好，就让他拔这把剑。他若拔不出来，就让他去剑祖的坟头陪葬。不对啊，这道具组干什么吃的？弄这么紧，我怎么拔呀？师傅，我没在他身上感受到丝毫灵气，他是弄错了。剑意未灭，或许是转世。
重修转世？我还以为你真是什么剑祖呢，原来不过是个小丑而已。急什么急？这道具做的紧是紧了点，但我又没说我拔不出。行了，老子可没耐心陪你过家家，你还是安心上路。记住，下辈子投胎可不要多管闲事。给我起！剑祖的佩剑，除了剑祖本人之外，无人能唤醒。难道他真的是剑祖？是剑祖，剑祖回来了！我去，这道具剑做的跟真的似的，还带震动，而且这粒子特效，导演是真肯花钱做呀。圣子，当年剑祖镇压万魔窟时，便是这般异象。若他真是剑祖，咱们万万不可应敌呀！不可能，他明明没有灵压波动的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咱们还是先回宗门从长计议吧。灵剑宗，看你们能得意多久！待我合欢宗血河老祖出关之后，定要你们鸡犬不留。我们走。是。参见剑祖，剑祖归位，灵剑宗万载不衰。咱们从今以后再也不用被人踩在头上欺负了。剑祖殿的长明灯已为您亮了100年，请剑祖归位。请剑祖归位。你们有心了。眼看圣子大人就要达成目的了，偏偏关键时刻剑祖回来了。你继续潜伏在灵剑宗卧底，盯着那剑祖。若他真是剑祖转世的话就罢了，若他是冒牌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装得再像又如何？当年剑祖座下首徒可是被我合欢宗练成了鼎无。你若真有半分剑祖技艺，怎么会看不出我腰间这枚亲传弟子玉符？剑祖那般人物，岂是你能假冒的？我见圣女发间藏春草，可是方才被合欢宗追得慌了神。哎，说起来，刚刚那场戏是不是该有我公主抱你的桥段？书中记载的无上存在，明明是冷若冰霜的谪仙，为何此刻会用这般轻佻的语气与我说话？难道是对我刚刚的表现有所不满？剑祖，我灵剑宗弟子岂会轻易言谎？施若寒拖了宗门后腿。我说错啥了吗？怎么这妮子的反应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剑祖与我宗圣女如此亲近，该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吧？我可是听闻剑祖当年以剑道为尊，从不近女色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培养对手戏默契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，连个机位都找不到？切！看那儿！哦，剑祖，您这是摆 pose。我看过这回环境了，那个方向最适合隐藏拍摄机位，他们连找镜头都不会，难怪只能演配角。摆 pose 是什么？这是演员的必修课，你们仔细看，对你们以后很有帮助。像你这种小配角就不用了，反正也没你镜头。装神弄鬼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啊，不敢，只是觉得剑祖若真有通天之能，何必执着于这种不入流的招数？你懂个锤子！啊！我操！仅靠着剑祖教的一个动作，就让若寒成功突破境界了。
剑祖，多谢剑祖指点。大圆满，若涵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卡在金丹期初期可3年了，为何突然就突破了？方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剑祖殿壁画上追星不轨迹，周身气血竟自动循着心头运转，气海处停滞3年的瓶颈突然间就崩塌了。师傅，这个动作看似随意，实则暗合天道星轨，与剑祖当年创的周天剑典同源。原来如此，剑祖在用凡俗之姿，实则暗藏无上剑意。这摆 pose 分明是以形引气的法门。叔子，你还敢质疑剑祖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师姐苦修3年，本就水到渠成，何该今日破境？这3年来我一无所获，若不是剑祖指点，哪来的水到渠成？我不就教了个耍帅姿势吗？怎么一个个加戏加的比我这个主角还狠？我才是主角。行了，你们勤加修炼，拍戏时镜头感会更好。差点忘记了，暗中时刻有镜头在拍我，我可是专业演员，得保持仙风道骨的范儿，不能穿帮。原来剑祖早已看透了我的修为停滞，才用这般看似轻佻的方式，让我抛开凡俗羞耻，以无畏之心直面天道。不愧是剑祖。这样吗？不是吧？连群演都耍成帅了，还抄我的姿势，太卷了吧！哎呀，剑祖大人，来，快过来！现如今，我灵剑宗剑祖回归，今日就让剑祖大人给大家指导一下修炼中遇到的难题，为大家答疑解惑。我操，啥情况？剧本上可没有这段剧情啊！剑祖大人轮回千载，阅历无数，今日帮自己宗门弟子提升境界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好啊，你们这群坏家伙偷偷加戏，想让我出丑是吧？咱怎么说也是横漂10年的演技派，还能接不住你们的戏？不就是即兴发挥吗？看谁演得过谁，当然没问题。所谓9层之台始于垒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这修行登天之路亦是如此。你们之所以修炼不得要领，便是因为根基不稳。根基不稳，我修仙100年，执着于提升境界，却一直难以突破瓶颈，定是因为我根基漂浮。剑祖大人果然慧眼如炬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在修炼的过程中始终感觉差了一线。敢问剑祖，如何弥补根基呀？小样儿，看小爷我不玩死你们！唉，弥补不了。弥补不了？那你在这说了半天，不全是废话？什么剑祖？我看你就是装的。张明，休得无礼。我只是说弥补不了，但又不是说没办法。那你说什么办法？大家都知道，根基不稳，犹如大夏将倾，纵有补天之手，亦难回天。这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废功法，从头修炼。自废功法，好不容易那不是要从头开始啊？我修炼了20年，才到筑基中期。对啊，我也修炼了几10年了。剑祖大人，此事实在太过凶险呀！对啊，自废功法后与凡人无异，这100年的苦修岂不是都成为笑话了？还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？现在想改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要真自废功法了，这戏还怎么往下拍？我看你们现在如何收场。导演呢？导演现在总该现身喊卡了吧？果然，你根本就不是剑祖，哪有修士自废根基的道理？我看你就是欺负我们没有见过真仙手段，
所以在此胡言乱语。你想骗我灵剑宗所有弟子自废功法，撼动我灵剑宗的基业？掌门，此人动机不纯，绝不是咱们宗门的剑祖，还请掌门明鉴。这家伙怎么老喜欢抢戏？难不成是个反派？剑祖大人，此法过于凶险，我等愚钝，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修补根基呀？哼，想让我圆场，没门儿！大道至简，这自废功法看似凶险，实则是道基重构的必要契机。若不碎去凡俗浊基，如何成就无瑕仙骨？听与不听，随你们自己。万一要是不成功的话，咱们灵剑宗从此以后岂不任人宰割？掌门，我强烈怀疑他是合欢宗派来的奸细，冒充剑祖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动摇我们灵剑宗的根基啊！不会是这样吧？我就说他修炼动作为什么这么奇怪，原来是胡诌的。这合欢宗实在阴险，竟敢亵渎我们剑祖，不可饶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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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不能放过他！就是呀，等等，他就是要害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误会！掌门，您不必替他解释。传闻剑祖殿镇殿之宝灵脉镜，可召见修士三魂七魄。他是不是剑祖转世，一照便知。照就照，我拿的可是仙侠爽文男主的剧本，哼，还能被你们压制了不成？你可想好了，这灵脉镜可不会替你说谎。你若是剑祖，镜中必现剑印。随便你们测，我若不是剑祖，任凭你们处置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怎么样啊？到底是不是啊？到底是不是这样？没有照出剑印来呀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镜中无剑印，丹田无灵根，你根本就是个凡人骗子！骗子，还我们对剑祖的信仰！杀了他，给灵剑宗谢罪！灵剑宗弟子听令，此人冒认剑祖，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，按宗规该当剜心祭剑。剜心祭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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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我可是主角，这剧本里没有这段啊！休得无礼！怎么，李若涵，你要为了一个骗子背叛宗门吗？我相信剑祖不是骗子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灵剑宗早就覆灭了。我愿意自废功法，重头修炼，替剑祖证明身份。不可！此法凶险，你可是宗门圣女，不可冲动哦。回忆一句。我操！虽然有点被感动到，可这剧情走向是不是有点不对啊？女主的修为都废了，这还怎么演下去啊？导演呢？若涵，你……李师姐，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冒牌货，竟不惜自废修为。可结果呢？不但没有精进，反而成了一个废人。我就说他在说谎。众弟子，随我替师姐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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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别搞！我要是杀青了，这戏怎么拍？你们会不会演戏啊？你们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若涵的灵脉竟在重组，这是太师神剑诀中断剑除柱的至高境界，100年未见了。元婴境，休得对剑祖无礼。这是太虚神剑诀中断剑重铸的征兆，这传说中只有特殊剑体才能领悟到的境界。没想到若涵自废武功后，竟然触达了。不可能！自废功法只会成为废人，他怎么可能？
剑祖大人以逆天之法来点拨弟子，老朽竟还瞻前顾后，还请剑祖责罚。原来是我等有眼无珠，错怪了剑主大人。连大师姐都敢自废修为，你们还在害怕什么？剑祖说从头修炼，定是要我们洗去凡俗杂质。我操，这群演给力啊！这血吐的跟真的一样，这不比某些导演要找的老戏骨强100倍？这特效大场面呀！我懂了，要是事先让我们知道剧情了，演技就会变得刻板单纯，难怪导演不喊卡，原来是想让我们自由发挥呀！宗主息怒，并非是我们办事不力，实在是灵剑宗的剑祖归来了。剑祖。是，请宗主明鉴。灵剑宗剑祖100年前强闯轮回，被九幽黄泉的业火焚了3魂7魄，如今连投胎都投不成，如何能归来？那人虽然看上去周身毫无修为，但是他却能拔出剑祖的佩剑太虚神剑。谁说那是真的太虚神剑？我就说当日为什么这么巧合，关键的时候偏偏剑祖就归来了。这，宗主的意思是，区区一把破剑就骗过了你们，一群废物！该死的，敢骗我！宗主放心，我再去一次，这一次我一定让灵剑宗血流成河，将真正的太虚神剑带回来。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是。剑祖大人，您转世之后灵根未醒，需从凡体开始重塑剑。这里啊有几部功法，不就是假装修炼吗？之前摆 pose 都能被吹成神功，这3剧本走肯定没有问题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宗门封存的无上剑骨淬炼法，唯有剑祖血脉才能传承。一旦练成，剑意可展云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放这里吧，我会补上修炼镜头的啊。大人，千万要记得修炼哦。哎呀，走，别忘了修炼。走，好好训练。要记住。哎呀，走，烦死了！这道具组从哪儿搞的古董啊？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什么厉害功法。哎，导演肯定想要这种月下剑仙的镜头，保持这个姿势半小时，回头后期加个星空特效就完美了。师父，你说剑祖能修炼成功吗？1个晚上的时间太短了，我估计可能够呛。那怎么办啊？掌门不好了，合欢宗打上山门了。什么？师父，现在剑祖正在……剑祖闭关，不容打扰。咱们必须要替剑祖抵挡拖延片刻。走。住手！
伤我灵剑宗弟子！你们灵剑宗真是好计谋啊！随便找来一个废物来冒充剑宗，就将本圣子吓退了。可惜，假的始终是假的。快把那个混蛋给我叫出来，滚出来见我！剑祖正在闭关，我劝你最好收手。剑祖出我，定不轻饶你。事到如今了，还敢装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调教成本圣子的奴婢。你找死！突破到元婴阶段了，怎么回事？上次见面的时候才金丹初阶。200年前，我灵剑宗剑祖曾说：“剑不斩了武。”今日我便让你看看，剑祖座下无弱者。若寒在灵脉重组后，竟然引起剑气共鸣。当年剑祖说过，剑修无需根骨，唯有心坚如铁。原来真的可以以意御剑。如此恐怖的天赋，难道灵剑宗的剑祖真的回来了？住嘴！不过区区元婴罢了，你们翻天不成？我告诉你，5个月前就已经达到元婴大圆满了。无耻！这圣女的肌肤果然比凡俗女子更细，只可惜啊，这么好的身体，要沦为我合欢宗的玩物了。住手！哎，你们灵剑宗不是号称剑不出鞘，血不沾衣吗？怎么了？你们剑祖的剑还没磨出来，你们的血倒先溅了一地了吧？今日我要以灵剑宗血海，这我合欢宗大道永称。剑祖出关了。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了。我说呢，这人都没有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原来就跑到这儿偷偷加戏了。哎，你们，这导演也太敢拍了！仙侠剧这么搞擦边球，真的能过审吗？啊，这个李旺是吧？你这戏份有点过了啊！你得注意一下尺度，咱们这是正能量仙侠剧。剑祖，你终于来了。这算不算加戏？要是被拍到热搜，又该怎么解释？不过这女演员演技真好，哭得我都有点心疼了。冒牌货，终于敢出来了。到了现在了，还想靠着装疯卖傻、说胡话来蒙混过关，可笑！唉，没想到我刚刚修炼有成，你们就跑到山上来闹事，节奏这么紧凑吗？啊？算了，谁让我是男主的啊？看到天上那朵云了没有？待会儿呀，就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剑气落下来，这一剑就当做是我出山的第一战吧。看来你变的都把自己给骗下去了。巨大的剑气从天而降，你该不会以为
自己真的是什么剑族吗？哎，圣子，和这个废物废什么话呀？赶紧动手，咱们好回去给宗主一个交代。谢。可真是吓了一跳啊！我还以为你这个废物真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呢。没反应，不应该啊！难道是要等我拍完之后，后期再把特效给 P 上？不行，我是专业演员，必须要有信念感，哪怕现场没有特效，我也要演出剑气纵横的感觉。看来之前的冲天的剑气也只是障眼法罢了，玩也玩够了。圣子，这种废物不用你出手，老夫亲自来。就说，就这种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是剑祖呢？看来一切都要尘埃落定了。你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龙套角色，还要小画面了。手中虽无剑，但我心中却有万剑。剑来！圣子救我！这是剑力哪吒，他真的是剑祖？不可能，他明明没有灵根。我操！我原本以为导演会安排后期特效，没想到现场就来啊！太逼真了，这也势力剧组，就是长得有点突兀，我都没来得及走位。剑祖大人，这才时隔几日啊，你就可以驾驭着凌厉的剑气了，果然是剑祖大人。这样的剑气，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剑祖大人以凡力引构天道剑意，剑祖大人这逆天之术，剑祖天下无敌。剑祖天下无敌。剑祖大人天下无敌。你真是剑祖？怎么了？到现在还脑子傻乎乎的，没搞清状况。果然反派都是没脑子的。糟了！好，快跑！明剑宗弟子听令，剑族坐镇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，给我杀！看来这场戏就要演完了，让我看看接下来是什么戏份。我去，下一场居然是和女主的双修亲密戏了！哇，剑祖果然心怀坦荡，竟连兽医都如此讲究分寸。别紧张，等会儿下一场的时候啊，我会借位的，保证不占你便宜。下一场借位是什么？剑祖说的若涵不明白。这都不知道？难道是新入行的演员？没事，反正到时候呢，你按照我的节奏来，我会指点你的。等尘埃落定之后，剑祖要亲自指点我。太好了。哎，站着干嘛？来，快坐快坐。剑祖，在您的威慑之下，合欢宗本次来犯的弟子们已经纷纷失去了抵抗之心。经过半个时辰的鏖战，我们已将合欢宗来犯之人全部拿下。先请剑祖发落。行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是。我呀，已经迫不及待要指点咱们的宗门圣女了。真的要这样吗？没
没办法，观众爱看呀。这古风舞蹈跳的，不得给那些观众香迷糊了。接下来的双修剧情可就得付费超前点映了。好了，脱衣服吧。啊，脱衣服？你不脱衣服，剧情还怎么继续下去？线索在说什么？剧情我怎么听不懂？快点，墨迹什么的。不管了，剑祖既然这样说，那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哦，这身材，这镜头角度，绝了！导演肯定满意。哦，剧本里写着剑族与圣女有命魂相连的设定，等会儿双修时。双修？对啊，来，你看，剑祖以本命剑心渡气入圣女灵脉，助其稳固道基，就这段啊。李若涵呀，李若涵，剑祖大人为了灵剑宗百年大业，不惜用本命仙剑替你渡气，你却还胡思乱想。原来典籍上说的双修是这个意思啊！嗨，那是。作为专业演员，就要吃透剧本。来，我来教你姿势。云在尽。给我住手！登徒子，放开我宗圣女！谁？还懂不懂规矩？师伯，若涵，你让开！此人举止轻浮，定是合欢宗那群畜生派来的，让我一剑刺死他！若涵师姐，好久不见，落长了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你误会了。哎，这俩人谁啊？怎么这么能加戏呢？这位是我们灵剑宗最有修为的太上长老紫云仙子，身后那位是他的弟子，叫林佳瑶，有着极品仙灵根。这戏都快演到一半了，怎么突然多出来了2个角色？当年要不是他一心带着林佳瑶师妹游历八荒，还轮不到废物师傅来当掌门呢。师伯，他不是坏人，他是我们灵剑宗的剑族转世。该不会这2个人是资方的亲戚吧？走后门进来的吧？那我不得舔着他们？对。剑祖都已经轮回100年了，还整个屁事！看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跳出来了。舒涵师姐，师傅说外面坏人很多的，你可千万别被坏人给骗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别以为你背后有人就乱说话啊！谁骗了啊？你不说你是剑祖吗？如果你真的是剑祖，想必你一定能接下我这一剑。但你若不是剑祖，那正好，那你就下去给那个剑祖赔罪吧。看剑！好这疯女人，说打就打你！哎呀，自己人，误会了。老东西，我让你掌管宗门，你就是这样掌管的吗？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人，让他假冒剑祖，连我宗圣女都敢欺骗？师妹呀，有话好好说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真的是剑祖，做不得假。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再不回来，恐怕这宗门都要覆灭了吧？哎呀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你自己看看吧。这简直要置我灵剑宗于死地嘛！合欢宗真的好生歹毒！100年一次的门宗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合欢宗战帖已经递来了。若我灵剑宗不参战的话，我们的颜面置于何地啊？如今若涵才刚刚迈入元婴境，而这合欢宗肯定是有预谋的。这仙门大比，我们如何能保住宗门呢？
所以，我带佳瑶回来了。佳瑶已经觉醒了青鸾血脉，比某些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强上100倍。如果你真的是剑族，就应该在大比之上保住灵脉，而不是对我宗圣女动手动脚。我操，剧本里没有这段啊！仙侠剧还搞这么狠的？不过听起来像是剧组考核，正好让我秀一波演技。好练啊，好练，别偷懒。嘿嘿嘿嘿，紫云长老，先消消气。这果子是我刚摘的，口感酥脆，正好在您拍戏间隙垫垫肚子。拍戏？你当我灵剑宗是戏班子吗？从今日起，3日之内，你若不能引起剑种寒铁剑共鸣，那你就给我滚去杂役处挑粪。我操，这资方亲戚脾气这么大，肯定是想让我多表现，争取加戏。嘿，没问题，不就是引动破剑吗？您啊，就瞧好吧。好练啊，不能偷懒，别让长老生气啊。剑来，剑来，哎呀，剑来，剑来。哼，导演喜欢特效是吧？看我的无实物表演。剑来，来！啊！你真的是剑族？当然了，小师妹，你看我刚才姿势多标准。小师妹，你呢？要是觉得我表演不错的话，能不能在你师傅面前美言几句？以后资源方面多给照顾照顾。可我师傅说，剑族引剑时会有龙飞凤舞、天地异象。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在质疑我的演技。不行，好不容易在资方面前表现的机会，我必须得把握住。既然小师妹不相信的话，看来我是时候要展现真正实力了。我林雨唯有一剑，可翻山、倒海、断江、震魔、开天、剑来！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的血脉之力，竟然自行调动了。我靠！小师妹果然是资方亲戚，感情我这个主角的特效全加到你身上了。哎呀，原来如此，导演这是要给我安排扮猪吃老虎的戏份，让小师妹先展示潜力，再让我以剑祖身份调教，以此衬托出我的深藏不露。不错，青鸾血脉果然名不虚传，竟能引动剑种剑意。不过，此剑共鸣尚缺3分火候，定是你灵力运转有误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刚刚是故意那么做的，就是为了试探我的青鸾血脉？我哪里做错了？看好了，引剑需意道气道，跟着我学。我林雨，我林佳瑶，唯有一剑，唯有一剑，可翻山，可翻山，倒海，倒海，断江，断江，震魔，震魔，开天，开天，剑剑来！我靠，这特效比我摆 pose 管用多了。难道资方真给他加了天选之女的剧本？这是我做到的。不，青鸾之力就算再强，也只不过是当初剑祖至尊血脉的一派分支，而且我只不过是采取性初期。能让我体内血脉之力显现的，难道你真是剑祖？如假包换。不可能，
绝对不可能。可是师傅，我能和寒铁剑共鸣，而且能清楚地感受到我体内血脉之力得到了提升，真的是靠剑祖的指点。是啊，师妹，你到了现在，难道还不肯相信吗？指点？就凭你？怎么，瞧不起谁啊？好啊，今天你要是能当着我的面将我这顽徒指点出成效，那我便信你是剑祖。求剑祖指点。求剑祖指点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开始吧。这修炼之道，就在于你们这些当演员的，就是平时工作压力太大，身体太僵硬了。来，我教你冥想放松，深呼吸，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，轻飘飘的。放松，对，放松。你们平时修炼太紧张了，身体很僵硬，灵气自然运转不畅，得拉伸筋骨。拉伸筋骨？看好了，作为专业演员的形体训练要松弛有度啊！看懂了吗？来，你们也试试。要稳，胳膊要平，弓步蹲下去，对，往下走走走，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不错，哎，手指并拢，保持平衡，双臂打开，对，跟我这样，来，走走走，要稳啊，要稳要稳，来，脚尖要绷直。这样镜头拍出来腿能显成10寸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叫专业指导。往下去。对，腿要伸直，要像青鸾一样高傲，手臂要舒展，这样才有气势。要是表现得好呢，下次还给你加薪啊！简直胡闹！剑修居然修这种羞人的动作，你当这是花街柳巷吗？看我砍了你！师妹，脾气如此暴躁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就是。师傅，我好像突破金丹了。这就是九凤圣体吗？师傅，我也像小师妹一样觉醒了凤体吗？不是吧？做个瑜伽也带特效的，这剧组特效组开挂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特效经费在燃烧啊！我这波瑜伽教学直接封神。雕虫小技而已，
本剑祖随手指点，便胜过你们口秀版。这九峰圣体和青鸾血脉同时觉醒，莫非我灵剑宗在大比之上，真有一线生机不成？这分明是剑祖用奇术点化了弟子，此等再造之恩，我灵剑宗永世不忘。师妹啊，剑祖威能尽显，你还不收回成见？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剑祖。哎呀，师妹，都这样了，你还在质疑？如果他不是剑祖，能让佳瑶这么快就破境，让若寒觉醒圣体？师妹啊，你再别糊涂了，赶快向剑祖大人认错，赔礼道歉。这与这个冒牌货有什么关系啊？分明是佳瑶与我游历四方，有诸多奇遇，又有许多积累，这才水到渠成。至于若寒呢，应是青鸾的气息勾动了他的血脉，这样才能够觉醒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再说了。既然弟子们都得以精进，那我自会去寻找办法解决宗门此次危机。怎么感觉被自打做局了呀？这么蠢的女人也能当演员？事情就是这样，1个月后将举行千门大比，事关咱们宗门的生死存亡，咱们需要集中资源，做应对的准备。没错，从今天开始，宗门所有的修炼资源都给圣女和佳瑶2人共用，让他们提升修为，替咱们宗门出战。不能给他们资源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吞并灵剑宗的时候要多费一份手脚。掌门，我认为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在若寒和佳瑶2人身上不妥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他们2个人身上，岂不是寒了众弟子的心？难道我们就不是宗门中的人了吗？是啊，我们也要修炼的呀。如果把资源全部集中在他们2个人之间，我们怎么办？没错，如果宗门遭遇危机，我们不还是一样要迎敌？又不是只有他们2个人出力。简直放肆！师妹，消气，以大局为重。再说了，他们也是咱们宗门的弟子啊。我占据大地，看你们能怎么办？没有资源，你们灵剑宗拿什么来抵挡各宗门天骄？剑祖大人，您有何良策呀？你去问一个冒牌货又有何用啊？我看看。灵剑宗陷入资源危机，剑祖带领2名女主外出寻找机遇。有了，这资源无所谓，弟子们想要就拿去呗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本来咱们宗门的底子就不如其他老牌宗门，再没有修炼资源，拿什么去战胜他们？放心吧，资源我有的是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若寒和佳瑶就交给我吧，我保证不会让他们的修为落下。简直荒谬！这个疯婆子，你懂什么呀？若寒，待会儿咱们去找佳瑶，哥带你们去寻找大的机缘。好。师傅，我走了。师妹，你看这……他以为他故弄玄虚，云里雾里的随口编2句谎话，我就会相信吗？跟我走，这件事情我必须找出解决办法。都散了吧！圣子，你没事吧？无碍。灵剑宗已接战天，我已设法将灵剑宗的资源分散，灵剑宗覆灭已成定局。不错，只是如今紫云仙子回归，以她的聪慧，我若继续潜伏下去的话，恐怕会有暴露的风险。我是不是可以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到咱们合欢宗彻底吞并了灵剑宗，你再回来。放心，长老之位说是你的，就一定是你的。明明说好3年，
3年之后又3年，3年之后又3年，都快10年了，圣子。如今剑祖归位，若是始终吞并不了灵剑宗，难道我要一直卧底下去吗？自然是不会的。血河老祖马上就要从禁地复苏，仙门大典开始之后，就算那个废物是真的剑祖，也难逃一死。灵剑宗终究是我们的。您是说，当年以一己之力屠戮整个修仙界的血河老祖，掌门找到复苏他的办法了？合欢宗永世长存。什么？血河老祖就要复苏了？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合欢宗恐怕马上就要卷土重来。不过师妹倒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如今剑祖已经归位，不惧那血河老祖。师兄，你糊涂啊！他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剑祖呢？你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骗子身上呢？你想让宗门覆灭吗？就算如今若涵和佳瑶修为精进暴涨不少，可面对血河老祖依旧不是对手。现在呀，除了剑族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。不，还有一个人。谁？独孤剑狂。什么？就是那个走火入魔的剑狂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若请他出山，恐怕宗门反遭反噬啊！你们看，咱们这里后面是云雾缭绕的山峰，前面是水面波光粼粼，导演是想把这里当成隐藏副本啊！哎，等会儿钓到大鱼，再加上金光的特效，妥妥的是名场面啊！可是剑祖大人，这里是锁龙池，传说镇压着上古妖龙，掌门严禁弟子靠近，您钓不到鱼的。对呀，哎，就是这个设定。你没发现吗？这池塘的雾气都是后期特效时提前布置的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气氛已经到位了呀。可是这水面至今未有异动。耐心点，作为专业演员啊，要有信念感。导演，待会儿多给我来点风，把我衣角给吹起来。剑族小姐，嚯！是锁龙池的守护妖龙，这特效不错呀，导演组藏得够深，连笼子都搞出来了。嘿，你看，这不就把鱼钓上来了吗？传说中连仙君都钓不上来的妖龙，竟然被您钓上来了，果然是剑祖。剑祖好厉害，随便一钓都能钓到上古神兽。师妹，独孤剑狂早已走火入魔，若请他出山，宗门恐遭反噬啊！行了，师兄，你都念叨一路了，我自会斟酌的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剑祖大人吗？怎么跑这里来钓鱼了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也不怕丢了性命。什么地方啊？此处乃是锁龙池，里面有一条上古妖龙。寻常修士别说在这里钓鱼了，多待上一段时间也有性命之忧。什么妖龙？你是说这条小鱼吗？早就被我镇压了啊！待会儿就下锅看看。你说这鱼是妖龙？你当我是佳瑶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一样好骗吗？师傅，刚刚真的有黑龙从池子里冒出来了，特效不，那龙可吓人了。可是刚冒出头就被剑祖大人钓上来了，连龙息都没敢喷一口呢。休要胡言！这锁龙井里的妖龙乃是上古异种，当年仙君也是用了3000年的修为，才勉强将其压住的。就凭他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，怎能将妖龙降服呢？佳瑶，你莫要被这骗子给带坏了。师傅，剑祖大人真的很厉害，他上次将我引荐，那特效，那场面，就连虚影都出来了，你就相信我一次吧。
哎，小师妹，这是剧情，该我装逼了。仙子，要不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若是我能把这妖龙煮出汤来，你就承认我是剑祖，如何？行，我倒要看一看你怎么把这妖龙煮成鱼汤。加油，走，咱们且随着狂徒去看一看，他若敢耍什么花招，我定不轻饶。好，来柴火。剑祖，听闻剑祖身怀无上剑意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可如今竟然却屈尊在这破灶台前摆弄凡俗之物，你说你装也不装得像一点。哎呀，仙子这话说的，没听说过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吗？小师妹，帮我从水缸里把鱼抓来，这鱼下锅才是重头戏。啊！加油，师妹别怕，剑祖在，妖鱼不敢造次。行，我来，我亲自来，看看。嘿。这是太虚剑王诀的气息。当年剑祖就是用此术炼化龙骨的。荒谬！他一介凡体，怎么可能施展剑祖绝学呢？竟是一些旁门左道的障眼法。等等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好东西，调香增味的。增香调味，可这香味我怎么好像在典籍中见过？好像是……这是合欢宗的情丝绕香兰，这等催情圣药，就算是化神境修士也难以抵抗。你给我们下春药，究竟欲何为啊？什么春药？你有病吧？哼，好啊，好一个剑祖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今日就算我拼尽修为，我也要……我靠，真的是春药，可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好热啊！不可能啊！这明明是剧组人员给我的呀！啊，剑祖大人，我们找了数个凡人村落，将你所需的东西找齐了。哎，辛苦了。剑祖大人，还有这个，饭店做饭都放这玩意儿。老烟祖真有心，连给我送道具的场务都这么入戏，还送来了调味料。好，有心了。剑祖，我操！我掏你个猴子！我中计了！导演这是想拿我做节目效果，想着我上热搜。算时间，药效应该快要发作了。兄弟啊，这些凡人用具是要送往何处？师兄，这是剑祖吩咐要用的。剑祖大人用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剑祖大人的事儿，谁敢下打听啊？哎，定是剑祖对烹饪上了心，这是凡人最流行的东西。把他给带上。好。中了我合欢宗的催情圣药，我倒要看看紫云仙子还怎么容得了你。哥哥，不对呀，剧本不对呀！导演，这架势也太猛了吧！哎，导演，
哎呀，我天哪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不关我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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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他们自愿的，不关我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剑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剑祖，对不起，剑祖大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Hello， 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听我说，告诉我，不是我干的，我是故意的呀！刚刚那么危机，导演居然都没出面喊卡，心也太大了吧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来尝尝看。你竟然打我这么狠，小贺自己尝。这世俗的食物，修士吃多了，体内会有杂质，吃的越多呢，体质越杂。有修为的人才不会像你一样贪念口舌之欲。小师妹，别听你师傅的，来，我给你盛一点。不了。是，长生修仙如登天梯，真正的大能呢，又怎么会像你们一样被这些欲望左右呢？我今天啊，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吃你们的东西。真是野猪吃不了细糠。若涵，别管他们，咱吃自己的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看你真是饿了。我操！我见了，这鱼汤竟有洗髓带脉之效，这不是普通的鱼。当然不是了，师傅都说了，这是那条锁龙池里的妖龙了。我还没吃过妖龙肉呢，要不咱们也喝点儿？绝不可能是上古妖龙，难道是合欢宗的圣药经过高温蒸煮之后迸发出的药效？不愧是合欢宗的圣药。哎，你俩要不喝，我就倒了啊！喝就喝。我操！我去！师傅，你的脸色好多了，那些困扰你这么多年的旧伤全都修复了。不过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罢了。怎么，要不要再喝点？船长门令，百宗大比要提前了，所有人立刻前往大殿议事。什么？提前？刚刚收到消息，百宗大比提前了，3日后就要开比。肯定是合欢宗在背后搞的鬼。若涵距离化神期还差上一线，宗门顶尖战力又十分匮乏，这是要逼死我们了。这莫非是剧组的新设定？正好，我缺个秀演技的舞台，导演简直太懂我了。别慌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上面有人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场比试输不了的。上头，剑祖大人说的莫非是天道？编剧给我开了主角卦，这要是能输，那才有问题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剑祖了。放心便是，这3日你们一切如常，我自会出手。3日后就要大比了，合欢宗肯定有备而来。嗨，你看他们练得多认真。再说了，还有本剑祖我呢。我去，群演都这么努力了吗？不对，这血浆粘稠度不对，这不是道具组的血浆包，这是真血。难道是现在市面上新出了什么逼真的血浆道具，可以以假乱真不成？哎，
我去，这特效药膏也太逼真了！导演这是从哪儿搞的道具？什么道具？这是当年您特意为宗门秘制的金疮药，剑祖您忘了吗？嗨，是吗？可能是我轮回的太久，这些小事都忘了。没想到他们竟比我还入戏。导演也真是的，从我来这个剧组开始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。要不是我演技精湛，这剧组迟早得凉。啊！道具组疯了，道具竟真开着，万一伤了演员怎么办？道具师，给我出来，看看你们干的好事情啊！万一演员出了事情，你们担得起责任吗？啊，不怕了。道具师是什么？剑祖，你在说什么？弟子练剑受伤是常有的事情，送到丹药长老那儿休养几日就好了。难道这也是导演 play 的一环？剑祖恕罪，弟子筋骨已断，恐需休养数日。剑祖，你没事吧？不可能，那这石头一定是泡沫做的，对，一定是泡沫做的。不管是哪个剧组，都不会拿开过刃的剑来拍戏。对，这把剑只是看上去像真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哎呦呦，这疼！这把剑居然是真的！哎，哦，一定是导演新搞的沉浸式体验，想把我逼出影帝级演技。嘿，但是拍戏得有摄影机啊！对，摄影机，摄影机呢？剑祖，你没事吧？若涵，看那边，告诉我，那边是不是藏了一个微型摄影机啊？你没事吧？什么是微型摄影机啊？剑祖，你怎么了？还在骗我？好吧，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去找。难道剑祖走火入魔了？导演，长雾，啊，人呢？别闹了，快出来呀！啊，隐藏机位呢？隐藏机位，哎呀，哪儿呢？别闹呀！整座山上只有这里适合藏人，可是人呢？摄影机呢？隐藏机位总该有吧？听说了吗？剑祖最近似乎有点疯魔了。嘘，当年剑祖强闯轮回，被九幽业火焚身，很多记忆残缺，一时之间走火入魔也很正常。怎么会这样？记忆残缺啊？难道我真误入了仙侠世界？练剑多用一份力，未来少流一份血。镜头，你这边，给我来一个360度慢镜头。风言风语，白宗大比马上开始了，还不赶快去训练？你别演了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太虚修仙路的演员？导演给你开多少片酬？还有这场地，摄像机藏在哪？是不是无人机跟拍啊？啊！剑族大人何意？在前的灵剑宗圣并非戏子。还有你们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投资方塞进来的客串演员？啊！剑祖，你在说什么？剑祖，你没事吧？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？哎呀，哎呦，导演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拍不了了，我受伤了，赶紧送我去医院了，导演！再敢胡言乱语扰乱军心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！长岛，王志天，听见没？别吵了！常务老师，沈玉老师，你们机位在哪儿呀？别闹呀！再不出来我不拍了！有没有人回答我？别玩我呀！如果这不是拍戏的话，让我怎么活呀我呀？导演，
今天你们人在哪儿呀？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若再不复速剑狂，我们全宗都得死。剑祖大人说他有办法的，前几日他还在演习场指点弟子呢。师妹，剑狂当年可是屠了3宗修士，解封如抱虎归山呐！我又何尝不知呢？可你们认定的剑祖，如今的状态你们也看见了，疯疯癫癫的。就算他真的是剑祖，那跟走火入魔了有什么区别呀？倒不如赌一把，就赌剑狂还有一丝神智。剑祖大人这2天虽然疯疯癫癫的，但是我相信他。我也相信。师父，你们好吧，那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合欢宗的圣药没能起到作用，资源挑拨反助他立威。现在全宗的人都相信他是剑祖，就连紫云那老东西都开始动摇了。而且如今灵剑宗整体修为大涨，如此一来，仙门大比恐怕……知道我为何让你在灵剑宗潜伏10年？灵剑宗的独孤剑狂，可是当年剑祖唯一没有杀死的败将。你是说，解封他，让灵剑宗自相残杀？虽然独孤剑狂的确走火入魔，但封印的这50年中，万一神智恢复清醒，这是我跟血河老祖求来的。就算他恢复神智，此物也能够让他走火入魔。属下明白。剑狂，还不破叶而出，更待何时？不是灵剑宗的人，不愧是当年仅次于剑祖和血河老祖之人，一眼便看出了我的身份。不过也仅此为止了。这里有个机会，这里也有一个。灵剑宗后山封印的魔头复苏，剑祖力挽狂澜。对上了，全对上了！怪不得今天晚上没有看到工作人员，原来今晚导演加了夜戏。是独孤剑狂，独孤剑狂破风了！止步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谁把他解封的？杀！他怎么又走火入魔了？我要杀尽灵剑宗！御剑！剑狂大人，我是外门弟子，请不要杀我。外门弟子，一样杀！加油，快带掌门走。若寒，保护好弟子。是。果然在拍夜戏。老大，你的对手在这儿呢。哼！剑祖，小心！
剑祖更该杀。剑祖，快躲！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。无妨，我自会出手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拍个戏难道还真能砍伤我不成？风魔斩！剑祖，剑祖，这是祖在剑气。我就知道，什么破招式，看着唬人罢了，吓不到专业演员。怎么可能？现在该我了。剑来！太虚神剑，太虚神剑又如何？今天我照样要杀了你！这怎么可能？逼格还挺高，可惜在剧本里，老子才是主角。老小子，你杀青了。原来他是真的剑祖。剑祖，恕弟子眼拙。哎，无妨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哎，不过你们的演技真好，特别是若涵，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你真的要死了。多谢剑祖，要不是您及时赶到，今天林剑宗就要血流成河了。哎呀，果然是专业演员呀，无时无刻不在戏里，厉害！哎，看来导演之前的安排都是故意的，只有让我深入戏中，才能增加代入感，所以才不出面解释。哎呀，我作为一名专业演员，居然差点枉费导演一片苦心。哎呀，该打！看来剑祖还没恢复好。导演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会注意的。小心点，这边慢点，慢点。如今已经确定，剑祖的确轮回归来了，必须将这个情报送回宗门。参见血河老祖，参见圣子。7大宗门的大军正在集结，明日大比之后，便可以一举拿下灵剑宗。交代你的任务办得如何了？我已确定，灵剑宗剑祖就是林允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就连独孤剑狂也被其一招斩杀。还请宗主做好万全准备。什么？连独孤剑皇这种修为大能都未能抵挡一剑？看来剑祖真的从轮回里归来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世上总有些高深莫测的功夫，独闯轮回并不是不可能。宗主，灵剑宗剑祖实力高深，不好对付。要不咱们先避其锋芒。那一剑的威力，回想起来，至今都感到后怕。跟林允作对，真的有胜算吗？哼，即便是全盛时期的剑祖老祖，我都不惧，更何况如今已成了凡人的剑祖，让我避其锋芒，可笑！无妨，这是我合欢宗的顶级毒药。五香软骨散，就算他是剑祖也无法抵挡。今晚你想办法，尽可能的削弱剑祖的实力。好，明日大比之后，7大宗门对灵剑宗发动总攻。
张明。啊？你跑去哪儿了？所有弟子都在备战，就你一个人不走。师傅找了你好久。我去给剑族买香薰了。对，给剑族买香薰了。香薰？明日就要大战了，我担心老祖休息不好，于是跑了一趟奇珍阁，买了一根安神香。此香有凝神静气的功效。辛苦了，有心了啊！不辛苦，只有您休息好了，明日才能保护我们灵剑宗嘛。剑祖，我给您点上吧。明日宗门就要带领7大宗门前来围攻，如今你中了血河老祖的五香软骨散，灵剑宗明日注定覆灭。这香，还好我聪明，提前吃了解药，终于发现了。可惜啊，你发现的太晚了。就算你是灵剑宗的剑，味道不错呀。什么？哎呦，这不华子的味道吗？我的天哪！自从我上山之后，再也没有抽过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说我就算是灵剑宗的剑祖，然后呢？就算是灵剑宗的剑祖，也会对其爱不释手的。真的那么好闻吗？来，闻闻。年轻人身体就是好啊，倒头就睡。这不可能啊！圣子不是说，就算是剑祖，在这五香软骨散面前，也绝对坚持不了10息的吗？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还好血河老祖神机妙算，早就算到了这种情况，给了我一个神器，我就不信了。来，剑祖，吸根猛过！我去，这是好东西啊！老祖，你看我对你好吧？快尝尝味道。这可是顶级的迷神烟，血河老祖捡到它的时候，天现异象，天空出现了几个大字：每日一根烟，早早上西天，足以证明这根迷神烟的威力。剑祖，怎么了？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怎么办？他该不会是察觉到了什么吧？我知道了，仪式感。仪式感？对，就是仪式感。等等啊！把这衣服给我换上。啊！来。刚才教给你的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。这么欺负我，我忍。我看你抽完这根烟，明天该怎么办？拿。请剑祖品鉴。做得不错嘛，这样仪式感不就有了吗？怎么了，老祖？有烟我不抽，我就是玩。怎么这样啊？妈的！好了，开个玩笑，你去忙吧，这儿不用你陪着我了。虽然饱经波折，但总算还是成功骗到他了。抽吧，明日一早。我看你该怎么办。这破剧本还是个虐恋的大结局。剑祖身患奇毒，李若涵和林佳瑶被辱，成为合欢宗全宗上下的玩物鼎炉。这导演真够狠的，为了催泪让我装中毒。行，那我就给你秀个我的演技，
参见紫云仙子。马上就要大比了，今日我来找剑祖商量些应敌手段。找剑祖？哼，剑祖现在说不定早就被毒死了。灵剑宗能死吗？我也是奉掌门之命来请剑祖的，一起吧。这烟，糟了，是毒烟，肯定是昨日7大宗门暗中潜入，想要谋害剑祖。快跟我救剑祖！这么大的烟雾量，就算你是神仙也要被毒死，还救个屁！哎，不行啊，这烟毒性太大了，你不能去。剑祖一旦死了，你就是灵剑宗的顶级战力了，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。不行，不能看着剑祖出事，让开！剑祖，我中毒了，现在灵力正在流失，大比之事就靠你们了。剑祖没死，不过看他现在这样，和死了也差不多了。看来灵剑宗覆灭已经板上钉钉了。剑祖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昨晚二手烟吸太多，呛到了。我怎么睡在外面了？睡得真舒服啊！师傅，剑祖，是不是中毒了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定是这毒烟。不应该啊！如果这毒烟有问题，我和寿寒师姐为什么没事啊？可能是因为这毒烟比较特殊吧，修为越高越会中毒，修为低下反而没事。现在不是探究这些的时候，其他宗门马上就要到了，现在我难以调动灵气，恐怕难以御敌了。剑祖，还有我在，我誓死捍卫宗门。还有我，师祖您放心，这段时间有您的教导，他们一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好，就靠你们了。没想到他俩这么快就入戏了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俩白死的，一定先让导演多给你们镜头。灵剑宗，出来受死！来了，血河老祖终于来了。哼，这些日子灵剑宗带给我的屈辱，我全都要还回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本宗大比已经开始，灵剑宗好大的架子，明知我血河老祖要来，竟敢不前来迎接！不是百宗大比吗？你们怎敢擅闯我灵剑宗？哼哼哼，都到了这种时刻了，还说这些蠢话做什么？今日我合欢宗就是来覆灭你们的。如果你们灵剑宗战败，男的送进龙窟挖灵石，女的送来我合欢宗当地武，并且从此踢出8大仙门行列。哼哼哼，往届大比可没有这样的规矩。你们灵剑宗常年垫底，如今只是个凡人剑宗，若还跟我们平起平坐，岂不有辱8大仙门名声？不如早早献上牌匾，省得难看。就是，修行界讲究一个弱肉强食，没有实力，覆灭了也是正常的事情。听到了吧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说你们灵剑宗的女弟子个个长得一副这么漂亮的脸蛋，何必死守着一个废物宗门呢？不如来我们宗门服侍老夫，老夫可今日保你性命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灵剑宗果然没落了，竟让中毒的凡人剑宗坐镇。你看他脸色发黑，灵力紊乱，他是中了合欢宗的毒吧？我操，这群人还挺会加戏，不过和我比表现还差得远了。毒不毒的不重要，大比规矩懂吗？有本事
还上剑。生死挑战，灵剑宗若输，人为奴，君为婢。剑祖，您先恢复一下，让弟子们上。行，但下一场一定要让我亲自来。剑祖转世，我看是废物转世吧。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估计连剑都握不稳，全靠女人撑腰。王长老，属下在，你来打第一场，让灵剑宗看看实力的差距。让我先上去试一场，杀杀你们灵剑宗的士气，看你们还怎么抵挡我合欢宗。我上，剑祖你让我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行，那你先上。放心吧，我包输的。我来会会你。看来张明这小子是打算故意输给我们，好打击灵剑宗的士气。不错。来吧，找死！我师弟虽然境界上低，但我们灵剑宗所有弟子都从剑祖那儿学到了厉害的功法，未必会输。之前确实是我有眼无珠，现在想来，这个姿势其实暗合天道，实在是至高法诀。来吧，只要你打我，我就往地上一躺，然后认输。动，看来是完全放弃。很好，不愧是我合欢宗的栋梁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搞的？不是说灵剑宗没落了吗？这威力是一个小小弟子能打出来的。那是什么姿势？爆发出来的威力，竟然连合欢宗的王长老都抵挡不住。外界传言，灵剑宗剑祖已经从轮回中归来的消息，不会是真的吧？老祖，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这等威力如此强大的功法？看来他已经叛变了，竟敢帮着灵剑宗对付我们，这个卑鄙小人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想赢啊！这样下去我连宗门都回不去了。不行，必须要输，不能再用李宇教我的功法了。哇，记不住，我会死在这里。不痛，我没事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刚刚错怪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个什么王丈真这么厉害？好像是有两把刷子。看来我合欢宗的栋梁没有叛变，刚刚只是意外罢了。灵剑宗就这点实力，还大言不惭的让我跪地求饶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要是你们宗门都是这样实力的话，你们可以认输了，竟敢小瞧我，我和你拼了！哼，是中午没吃饭吗？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看得出来，师弟已经使出全力，但是却丝毫不能撼动他分毫。真没意思，实力太弱，还不够格，日天造化。剑祖，他们太厉害了，我已经使出全力了，但还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其他宗门卧虎藏龙，要不咱们还是投降吧？真没意思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还有谁？这王长老虽然是嚣张，但实力却甚是强悍。张明算是我宗年轻一代的佼佼者，但他都这样了，就算是我，估计也难以抵抗。剑祖，该怎么办？就这点实力，还敢扬言让我跪地求饶，还真是无趣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还有我，你就是灵剑宗的圣女若寒吗？是我，又怎样？早就听闻你长得倾国倾城，貌似天仙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凡卓越。今日灭了你灵剑宗，老祖和圣子享用完以后，老夫也想试试你的滋味。找死！圣女的建议不过如此。若寒，快让开！那是万居女修尸骨祭炼的噬魂幡啊！我。邪无胜者！老祖，我输了。废物！
老师太厉害了吧？确实挺废的，一下就。圣子，属下在。这一仗由你来打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哼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上次是我大意，今日我有老祖神器在手，我看你怎么赢。我见血势幽冥，准备好做血河老祖的底炉了吗？血势幽冥，那是什么剑？这可是血河老祖当年用10万修士的冤魂祭炼出来的魔剑，就算握在手中，也会让修为暴涨100倍。剑祖说：“反派死于化多。”剑祖，如今他都身中奇毒，连今日恐怕都挺不过去吧。螳臂当车，现在魔气已经入体，怕是没多久能活的了。看来今日灵剑宗是要覆灭了。是啊，导演这毒妆太逼真了，还好我知道是在拍戏，否则我真的以为他快要不行了呢。休想欺负我师姐！就算剑祖无法出手，灵剑宗还有我在，加油！灵剑宗现在就靠2个你活撑场面吗？剑祖呢，怎么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？什么剑祖？我看分明就是剑龟还差不多。剑祖，你毒伤未愈，上去就是送死啊！要是因为剧本提前定好了，我他妈还能让你们这群小卡拉咪爬到我剑祖头上？剑祖，你就躲在后面看戏是不是？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抬上来，一起受死？剑祖是不是吓尿了？连自己人都护不住。剑祖，剑宗的剑跟你一样的重。剑祖，你快看呀，你调教的好徒弟，马上就要变成我的炉鼎了。剑祖大人，求剑祖大人出手！是啊，剑祖大人。他要是敢出手，早上来了。他是毒的，连站都站不稳吧？剑祖，你现在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可以留他们全尸。再把这个化灵丹给你，我还可以留你做个扫地的杂役。快喝吧！没看见你的弟子快死了吗？喝！剑祖，剑祖，不要管我，快走！恕我尔胆！灵剑宗终于舍得让这个老东西出场了。这黑线好烫，导演用的是什么特效线，能把袍子烫出洞？紫云仙子，我看是紫云老妇吧？连剑祖都自身难保，你上来送死啊！就凭你，还想利用黄蓝？今日灵剑宗必灭！你现在跪下来，给我舔鞋，我还能给你一个做炉鼎的机会。你做梦！怎么，你还想着你们的剑祖我护着你吗？剑祖，你看，这就是护着的下场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哼！你敢！剑祖，别让他们毁了宗门。
效果，这是真的。不，若涵，你醒醒！若涵，化妆师呢？快不歇枪啊！导演，快看看！剑宗，若涵仙女。啊，若涵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加油！我和掌门拦住他，你快带剑祖走！我跟你们一起。别管我们，你们先走。我们才是灵剑宗的未来。剑宗就交给你了。这不对，这不是派系。你们这个剑宗还真是个蠢货呀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幻想一切都是假的。剑祖大人，您真的要强闯轮回吗？想要完善我的剑意，必须强闯轮回，以凡体为炉。不过你放心，轮回之后，我自会归来，庇护宗门的。原来这不是拍戏，我真的是剑祖。可惜了，本来想带回去好好玩一会儿的，不过也没事，尸体也一样。现在我看还有谁能救你？给我死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凤剑意，好强！剑祖今天剑心为代价，将若涵救回来了。错过那一天，错过那一夜，放不过自己，你的毒蹉跎不可能，他不是中毒了吗？毒？老子演给狗看的。剑祖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准死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杀我圣子！我等你很久。你不是中毒了吗？不会吧？我的毒真被解开了？你说的是我？剑祖，您这是？谁说我真的中毒了？正好，也省得我这一世到处去找你们。灵剑宗弟子听令。是。合欢宗误我，剑祖竟然真的轮回归来了。就是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合欢宗已经覆灭，你们呢？是想继续打，还是签投降书？剑祖饶命！剑祖饶命！无辜，误信合欢宗谗言。我这就下令宗门撤军，年年向灵剑宗进贡灵脉石。剑祖，此前多有冒犯，灵剑宗从今往后唯您马首是瞻。7大宗门已签下臣服书，每年进贡30%灵脉收益，收益全给弟子们发福利，再建10座演武场。若涵，跟我来见祖爹。是。一晚上思苦，抬头月谆谆如诉，
这是导演给我的道具，可供我遨游四海。下一部戏要不要演我的道侣？哎，一会儿把东西放那边。来，快放盒饭了。导演，嘿，凌宇，消失3个月，现在知道回来了，看见没？男主都把杀青戏拍完了。导演，我要是说我真去修仙了，你信吗？行啊，你要真能飞，我给你投资拍续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说的。长记，咱们的薇娅是不是早就收起来了？对，导演，收起来了，他好像真的会遇见。不止会遇见，看见那朵云没？剧组要拍雨戏，我直接给你来一个人工降雨。你真把自己演成剑仙了？不，我呢还是演员，演戏是我的终身爱好。不过现在大概是史上最贵特效担当。哎，建主来，续集咱们能不能签个保密协议啊？您看这飞行镜头，咱们实拍行不行？那啥，原剧本里剑祖飞升的开头，不用绿幕了，我直接配给你们看。不过我有条件，以后拍戏别他妈要加血浆，溅在道袍上很难洗啊！好，明白，剑族大人，给剑族大人准备真金箔道袍，配金刚石剑穗。啊！真没了，人呢？快看，真上天了！这。